ASUS PM53 的 APU 是 AMD7735HS， 内写一 AMD 官网是 AMD Radeon 680M。V-Run 就是显示记忆体的俗称，由于 7735HS 的 V-Run 是跟记忆体共享，所以要进 BIOS 设定划分多少记忆体给内写，本来进 BIOS 设定就好。可是当我使用 AMD Software 之后，发生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简单说，我装了2条 8GB 记忆体，共 16GB，V-Run 可以设定到 4GB。AMD Software 有一个地方可以设定电脑为生产力模式还是游戏模式。当我设定这项功能后，生产力模式的 V-Run 被锁死在 512MB， 游戏模式的 V-Run 被锁死在 2GB。之后进 BIOS 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修改。也就是说 ，AMD Software 有操控 Windows 系统的权限。当点击安装，同意安装程式要求的权限，等同把 Windows 电脑的权限交给了 AMD Software。这个说来就跟最近发生的 Windows 蓝屏事件类似，由于第三方软体有系统级的权限，第三方软体更新出问题，就连带造成 Windows 出问题。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更新 BIOS。所以接下来会介绍怎么设定 ASUS PM53 的 V-Run 大小，基本上采 AMD APU 的迷你电脑的设定都类似，然后再讲到 AMD Software 哪个部分的设定要当心。接下来继续介绍如何更新 BIOS。由于我在找解决方式的过程中尝试移除掉 AMD Software， 结果也是无效，所以在接下来也会介绍如何安装 PM53 的 AMD Software 专属版本。开机时按着 Delete 键就会记录 ASUS PM53 的 BIOS， 可以看到是传统的 BIOS 画面。继续用键盘往右到 Advanced， 往下到 GFX Configuration， 这里的 UMA Frame Buffer Size 就是设定 V-Run 的地方。点击进去就可以设定 V-Run 大小，我是 16GB 记忆体，最大可以设定到 4GB， 这里就设定成 4GB， 按跳出键就可以离开，然后离开 BIOS 要存档后重新开机。重新开机完成，开启 AMD Software 就可以看到显示记忆体就是 4GB。AMD Software 在效能的微调分页只有记忆体最佳化器一个设定，这里只有生产力及游戏。我之前把预设生产力改成游戏，结果 V-Run 就被锁死在 2GB， 改回生产力 V-Run 就被锁死在 512MB。之后进 BIOS 确认 V-Run 设定为 4GB， 或是再改成其他的选项。回到 Windows 显示的 V-Run 都是 AMD Software 的生产力及游戏的设定。查网络发现 BIOS 的早期版本最高只能设定为 2GB， 更新 BIOS 就可以设定为 4GB， 但是那是去年2023年的网络资料。我这台的 BIOS 是今年2024年2月的版本，照理 BIOS 设定好就行了。这样的问题就是 Windows 系统认为 AMD Software 的设定权限高过于 BIOS。那显然 Windows 开机后，默认系统依照 AMD Software 的设定锁死 V-Run 的设定。由于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只好索性更新 BIOS 到最新的版本。这需要先下载 BIOS， 先连接到 ASUS PM53 产品的官网，点击 Support 分页，继续点击 OK 按钮，切换到 Drivers and Tools 分页，继续记录 BIOS and Firmware 分页。最上面这里 V2.13.00 就是最新版的 BIOS， 继续点击 Download 按钮就可以下载。这里由于已经下载过一次，所以下载档案后面有刮胡1。另外，由于下载的是压缩档，所以要先解压缩。这里可以看到已经解压缩好的档案，然后要准备随身碟。这里用的是 SanDisk 的随身碟，插入 PM53 中，档案也已经复制好。注意，随身碟要格式化为 FAT32， 要不然 BIOS 可能会读不到。
接下来就是重开机进入 BIOS， 然后切换到 Tool， 这里只有 Start ASUS Easy Flash， 选择 Yes 进入，进入后可以看到已经侦测到 BIOS 档案，继续点击 Enter， 再点击 Yes 开始更新。稍等一会，更新完成，要按下 Enter 键重新开机。重新开机后，要按 F1 确认 BIOS 设定。这里只有 V-Run 要重新设定回 4GB， 然后就可以储存重开机。这样才算更新完成，全部过程约10几分钟。注意更新 BIOS 需要保持 PM53 不断电，最后开启 AMD Software 可以确认 V-Run 为 4GB。由于我曾经移除过 AMD Software， 所以如果要重新安装 AMD Software， 就必须安装 ASUS PM53 的专属版本。这里先到 AMD Software 的网页，点击 Download Software。所以这里不要用预设的 Auto Detect 版本，我试过，最后会安装失败，所以要在产品搜寻打 7735HS， 这里就会出现 Windows 11或10的专属版本。我是下载下面这个 WHQL 的版本，这边已经下载好，快速点击2次就可以安装。说起来 ，AMD Software 不应该有这种强制设定 V-Run 的问题。未来 AMD Software 会不会修改这问题也不知道。所以话说回来，要用 Windows 电脑，就要自己懂得调校电脑设定。这支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这支影片，欢迎按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排队。未来会继续推出电脑软体相关以及程式设计教学的影片。